中文看不懂，英文也看不懂吗？埃及表示，二战的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开罗宣言，日本人自中国所窃取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应尽数归还给中华民国。所以 AIT 都在瞎扯台独理论，这是狗屁。波茨坦公告第8条，开罗宣言必将实施，而日本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4国及无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请问这个主权有涵盖到台湾吗？所以主权未定论必将失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AIT 表示，中国持续扭曲二战时期文件。关于二战的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合约，他强调北京的叙事完全是错误的。这些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二战时期，开罗宣言是作为台湾回归中国叙事的起点。波茨坦公告是依照开罗宣言来决定台湾的问题。可是当时日本天皇投降，并没有重复一次这个叙事，是说我依照4国公告及波茨坦公告来投降。这个问题就让很多的台湾主权未定论、台独主义者觉得这里面有空间可以来讲台湾的主权问题。那这个你说是 bug 吗？也不完全是 bug。回归到源头，1943年的12月1号，开罗宣言它的主要内容：中英美3国持续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归还第1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区域所占据的一切岛屿。日本人自中国人所窃取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跟澎湖群岛，应尽数归还给中华民国。我3大盟国免之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原文写得更直白，我3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在增长当中。我3大国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赖清德听到没有？你就知道为什么台独分子一定要否定开罗宣言，因为开罗宣言里面对日本的措辞是非常之严厉3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的意思。那3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1次世界大战后在太平洋上所占的一切岛屿，例如东北4省、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武力所贪念获取土地，义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所以在这个文件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拿回领土嘛。这还有英文版，所以讲老半天，到底 AI 讲什么？英文也看不懂，中文也看不懂吗？我们再看波茨坦公告，都是中英双语。1945年的7月26号，美国总统、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英国首相代表与等万亿国民经会商，并同意日本应以一机会结束此战事。美英中庞大的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空军将给予日本最后之打击。彼等武力所受同盟国之决心支持与鼓励，对日作战不致停止抵抗不止。因为到了1945年7月，负隅顽抗就剩下日本。那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德国无效果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此种力量对付纳粹之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的全体土地、工业及生活方式摧残殆尽。这句话很重，因为纳粹最后毁掉整个德国，被4国分占，所以必将使日军完全毁灭，日本本土亦将全部被摧毁。现业史以来到日本必须决定继续一意孤行，使日本帝国完全陷于毁灭之军人之统治，还是走向理智之路，意思说你赶快投降。第5，以下无人之条件，无人绝不更改，亦无其他一方是犹豫迁延，各为无人所不行，非常严厉。所以当时日本根本没有任何可讨论空间，这个严厉的口吻跟开罗宣言是延续的。第7，新秩序建立之前，有科学证据之时，日本的领土经盟国指定必须占领，非常严苛。这个就是后来麦克阿瑟5星天皇。第8条，开罗宣言必将实施，而日本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4国及无人所决定之其他岛屿、小岛之内。请问这个主权有涵盖到台湾吗？不要说我们都只看中文、英文。第8条 ，The terms of Tokyo Declaration shall be carried out, and Japan sovereignty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islands of Honshu, Hokkaido, Kyushu, Shikoku, and such minor islands so we determine。有什么问题吗？写的这么的清楚，我不懂，英文跟中文力不一样，所以谈主权未定论必将失败。那我就问 AIT 在讲什么东西？台湾的政治地位就在这几份文就确定了，就说要归还给中国啊，不然是怎样？归还给中国，这个中国又被抢了吗？所以这 AIT 就在瞎扯淡。
再来，他又继续讲旧金山合约。那 AIT 这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首先，中华民国或者是后来加入波茨坦公告的苏联，并没有签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从来不能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为根据开罗学院波茨坦公告，台湾的政治地位必须由中国来决定。你再更细化的讲，他说从中华民国决定就没有参加，没签是要怎么样？完全在鬼扯淡。再来，这里面都很重要，但是有个漏了，日本天皇的投降诏書，广播版本叫做语音放送。所以从这段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按照波茨坦公告所设定的情境。所以它不是因为反省，而是因为打不下去。世界大事未必有利于我。那最主要的是什么？正使帝国政府对米英之书四国通告共同宣言。那我就问 AIT， 日本按照波茨坦公告去投降，请问你到底有什么脸面说台湾的地位不是按照波茨坦公告，不是按照开罗宣言？再来，中华民国跟苏联根本就没有签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到底干台湾主权屁事啊？所以 AIT 你到底在攻山小朋友？所以我就问 AIT， 公然造谣扭曲历史，公然附和台湾主权未定论，你打什么好心？你是希望台湾发生战争吗？简直是鬼扯淡，就是讲给独派爽的。还想把台湾拉进太平洋岛国论坛？台湾属于太平洋岛国吗？所谓的太平洋岛国就是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跟波利尼西亚这些群岛国，主要是大洋洲的，想把台湾从亚洲剥离出来丢到大洋洲，莫名其妙。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正式宣布成立。所以这个时候，中华民国早就丢掉了大陆，但是他在联合国里面还是占据着中国的代表席次。那这个时候，美国原本是不愿意认定撤到台湾的老蒋，他继续的负隅顽抗，因为老蒋在大陆表现的真的太拉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跟老蒋彻底翻脸，在那个之后，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一直非常不好。可是因为1952年韩战爆发，急需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为了对付这个抗美援朝，所以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就被作为施加中国压力的第一岛链构建起来。所以在这里就蹦出了一个中日台北合约。这个中日台北合约对老蒋来讲如获至宝，因为如果按照波茨坦公告执行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当然里面讲到的是中华民国，但是针对台湾的部分，你自己看，中国之领土它是用 Chinese， 所以要确立到我又有一个话头可以用，否则现在中国的政权已经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但是它联合国还占据主流，所以他就把这里面的第一个结束战争状态变成类同盟关系。另外，日本放弃一切权利民意的要求，承认旧金山合约的对日合约，所以我们所谓的旧金山合约的加入，其实是后来依据中日台北条约来加入。简单来讲，他把中华民国跟台湾彻底的绑定在一起，他在确立所谓台湾澎湖跟中华民国之间的主权关系。但这个合约本身一个巨大的 bug， 因为后来今天的中国大陆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之后，这个合约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那尴尬就来了，那这个合约到底算数还不算数？1971年发生的2758号决议文，在联合国大会上面，中华民国被逐出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五常的代表政权，也是中国这个代表政权由谁来当家？在1971年确认，因为当时美国需要联中制苏，当时的接触叫做乒乓外交，因为1970年代是苏联最凶的时代，当时叫做苏攻美守。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其实今天台湾的主权问题，它的复杂并不是它一开始造成的，是因为后面的历史不断的堆砌上来之后，就模糊了那个焦点。而且最好笑的是，美国真的是一度想放弃或者是淡化第一岛链的存在，所以他不要第一岛链很奇怪吗？所以到最后你会通透了这个台独的核心跟台派的核心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理论真是狗屁不通，就完全都建基在谎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一个他妈的台派变成一个反台独仔，后面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后人庸人自扰之。其实回到历史的最初，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结束了，台湾主权属于中国这件事有什么问题？中华民国是中国这件事有什么问题？这些东西都不堪解释啊。